这是一款满足了所有人对魔幻小说幻想的游戏，它让普通人做了一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如果说当年爆火的《只狼》让原本小众的魂类游戏走向了大众，并让玩家体会到了武侠一般的世界，那么它就是将魂类游戏彻底推向巅峰，甚至成为全球玩家都无法忽视的主流游戏类型。正因为如此，那只有在小说里才能感受到的剑与魔法，得以通过第9艺术的形式被大众所见证。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魂类游戏的集大成之作《艾尔登法环》。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一个名为交界地的大陆，在这个世界里，最初的生命诞生自生命熔炉，任何生物的形态都是随机挑选几个幸运部位混合在一起，而支撑起熔炉运作的能量，便是由数块大卢恩所组成的艾尔登法环。通俗一点来说，大卢恩相当于电力，法环就相当于电池。艾尔登法环既是能量来源，也决定了这个世界该以何种规律来运转。这就是交界地最开始的熔炉百象时代。之后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熔炉百象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各个种族，比如人类、兽人、信仰火焰的巨人族，甚至还有信仰祖灵的祖灵居民。这些信仰也正是他们的力量来源。除此以外，更有来自浩瀚宇宙被称为外在神奇的异界势力，通过流星坠落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信仰和力量，比如代表了灰石魔法起源的群星，以及能够产生剧毒的猩红腐败。而在这种人才辈出的时代下，古龙一族凭借着绝对的制空权和坚固的龙鳞以及强大无比的红色雷电，站在了食物链顶端。龙王普拉顿三克斯在风暴中心的天空城伐木亚泽拉俯瞰众生，可以说龙王是最早的艾尔登之王，也能称其为交界地之王。但不知为何，龙王信仰的神奇却离他而去，从此古龙一族便一阵不绝。而来自宇宙的外在神奇一直都在暗中影响交界地这片大陆。或许是因为这些大神级文明在互相制衡的原因，他们一直都没有做出太过分的举动。但某一天，一个名为无上意志的存在让一颗黄金流星坠入了交界地，流星当中还有一只像皮蛋的野兽，皮蛋兽很快就与法环融合，形成了新的艾尔登法环，并且那诞生生命的熔炉也变成了一棵遮天蔽日的黄金树。无上意志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原有的规则。从这一刻开始，熔炉百象的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便是黄金树时代。为了创建新的规则，无上意志便让多个名为双指的生物作为他的使者，让双指选出一个负责管理这个世界的神。于是双指们便在交界地选出了一些神的候选人，一般称其为神人。而其中一个名叫玛丽卡的神人很快就脱颖而出，他将死亡这个自然规律从万物法则中埋藏起来，让每一个信仰黄金树的生命都能在肉体消亡后灵魂回归黄金树，有可能会与黄金树共生，也有可能在之后以新的生命重新出现在交界地。黄金树会借由这些灵魂提供的能量不断降下赐福治愈他们，赐福能产生黄金碎屑，也就是卢恩，谁拥有的卢恩越多，谁就越强大。当然也不排除生命在黄金树回炉重造的过程中被无上意志收点手续费，这辈子你是交界地赵子龙，下辈子你就是交界地大神发。我不是人呐，我到底是不是人呐？不过回归黄金树这一段，黄魔也只是猜想。在如此极端的规则加持下，玛丽卡成为了交界地的神，艾尔登法环也就此融进了他的体内。但古龙一族、巨人等原住民却不可能让一个外来势力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交界地大舞台其实说来你就来，于是玛丽卡为了平息争端，先是选出了自己的伴侣，一位来自北方的蛮族战士荷莱鲁，并赐予了他新的名字葛弗雷，而神的配偶就是王，所以葛弗雷成为了初代艾尔登之王。至于龙王，就成为了黄金树时代以前的艾尔登之王。在女神玛丽卡与葛弗雷结合以后，他们就在黄金树下建立了王城，并诞下了3名子嗣。这些由神和凡人所生的孩子则被称之为半神，他们这个族群也就被称为了黄金一族。凭借强大的规则，黄金一族开始征伐那些不服从黄金树的势力，他们靠着武力或是联姻，甚至是化敌为友的方式，让整个交界地都笼罩在了赐福的光芒之下。至此，交界地便迎来了新的律法——黄金律法。不仅普通人能够在黄金树有偿轮回，神和半神也只能被击败，无法被真正的杀死。而女神玛丽卡也有了永恒女王的称号，艾尔登之王葛弗雷则是凭借骁勇善战荣获了战王的称号，就连日后的最强半神碎星将军拉塔恩都是他的狂热崇拜者。当葛弗雷带着荣耀回到王城后，等来的却不是老婆的奖励，而是女神玛丽卡莫名其妙的强制离婚。一代战王葛弗雷就这样被玛丽卡剥夺了赐福，并回收了艾尔登之王的王位，甚至连同葛弗雷手下的族群也都被流放到了交界地之外的蛮荒之地。这些以葛弗雷为首的战士们因为没有了黄金赐福，瞳孔失去了色彩，故而被称为褪色者。从此这些净身出户的褪色者便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然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岁月，被流放的褪色者后代们却收到了落叶捎来的喜讯。在雾的彼端，褪色者曾经的故乡交界地因为一场名为黑刀之夜的事件，让女神玛丽卡与曾经的艾尔登之王葛弗雷的长子黄金葛德文被刺杀。于是痛失爱子的女神玛丽卡一怒之下砸碎了艾尔登法环，导致那些受到黄金树赐福的生命开始变得疯癫。而因为法环的破碎，其中溢散出来的能量，也就是组成法环的大卢恩，皆被分散到了玛丽卡的那些半神子嗣手中。尽管有人想要守护黄金律法，但也有人想要背叛黄金律法，更有甚者误入歧途，意图玷污黄金树，从而引发了一场碎片战争。见这些半神全都是一丘之貉，无上意志在惩罚女神
玛丽卡，并将其囚禁后，便舍弃了这些神或是半神，将视线重新看向了被玛丽卡无故流放的褪色者。因为这些远在交界地之外的褪色者没有受到法环破碎的影响，于是无上意志便委派手下的使者双指，让那些失去赐福的褪色者后代们重新穿过雾门，再次返回交界地，杀死那群愚昧的半神，掠夺他们的大卢恩，前往黄金树觐见玛丽卡女神，修复黄金律法，成为艾尔登之王。也正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位人送外号小但丁的最强褪色者重新降临在了交界地。在但丁降临交界地后，回荡在他耳边的就是修复艾尔登法环，成为艾尔登之王。在活动了一下拳脚后，但丁随手掏出了一把防身用的玩具真龙剑，而一旁死去女巫的尸体则引起了但丁的注意。女巫面前的印记上写着：“你想杀谁就杀谁，因为你是艾尔登火焰王。”感受到了家乡的热情，但丁推开大门，来到了猴王礼拜堂，眼前就是巍然耸立的黄金树，它散发出来的赐福光芒，让夜晚都显得明亮无比。看来这个世界的强者一定很能打。而迎接但丁的是一个名为皆知贵族后裔的怪物，这头怪物浑身上下拼接了各种肢体，看来交界地因为法环破碎，这些被赐福的生命受到影响，只会无差别攻击褪色者。他的攻击异常迅速，但面对但丁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这位贵族后裔也还是倒下了。本以为可以离开这里，但前方却是一条死路，并且但丁脚下的岩石碎裂，让他跌入谷底，陷入昏迷。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一个女孩骑着一匹灵马来到了他的面前。女孩看着眼前之人，脚踏其心，一定是帝王之命，于是将但丁救了下来。当他再次醒来，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但丁穿上自己的最强褪色者套装，正式踏上了成为艾尔登之王的路。他此时所处的地方正位于交界地南方的尼姆格夫地区，眼前要前往的黄金树显得遮天蔽日，看似离得很远，实则却不近。而一个名叫樊雷的面具男一眼就看出了但丁是个褪色者，还嘲笑他是个单身狗。原来无上意志的使者双指会给每一个来到交界地的褪色者配上一名指头女巫，来指引褪色者该前往何处，也能把他们送到圆桌厅堂休息，并与其他褪色者深入交流。可但丁的女巫却不知为何死去了。好在经过樊雷的指点，远处断崖上的史东威尔城就是但丁需要去的地方。想要前往黄金树，就必须穿过那里。交界地可谓是人才济济，刚前进2步，人称大树守卫，身着黄金铠甲的重装骑士不由分说便朝着但丁冲了过来。他手中的黄金戟不仅势大力沉，配合战马还异常灵活。不过但丁手上的真龙剑可不是吃素的，但丁的每一击都是迅捷且凌厉，在疾风迅雷般的攻速下，大树守卫很快就被但丁扶下了战马。就在但丁前往史东威尔城的路上，之前那个救过他的女孩再次出现在了但丁面前。原来这个女孩名叫梅琳娜，梅琳娜表示只要把她带到黄金树的树角，她就愿意代替女巫帮助但丁，该有的福利一个不少。看着眼前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少女，但丁那是一见倾心，立即答应了这个交易。这还不是小事一桩，临别前，梅琳娜将灵马托雷特交给了但丁，也正是灵马选中了但丁。不得不说，这头灵马还是有眼光，在但丁的帮助下，他能够轻松的左脚蹬右脚随便上天。在路上，一个叫雷娜的魔女人偶叫住了但丁，她似乎很在意灵马选中的人，原来是灵马的前主人让魔女前来，将能够召唤灵魂协助战斗的招魂灵赠予但丁。见到眼前这个傲娇的魔女，专一的但丁再次一见倾心，不是因为她有4只手，而是但丁就喜欢这种傲然的灵魂。将魔女默默的记在心里后，但丁再次向着史东威尔城出发，一路上都是重兵把守，甚至还有巨大无比的山妖拦路。在城外风暴山丘的一处破屋中，但丁发现有一位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红衣少女，她也是一位褪色者。在亲眼见到自己的同伴被占据在那里的一位半神皆知葛瑞克杀死，并被砍断手脚，变成葛瑞克身体的一部分后，红衣少女就被彻底吓破了胆，只能躲在破屋里苟延残喘。见但丁平平无奇，她将唯一能够守护自己的水母灵魂留给了但丁防身，看来得去会一会所谓的半神了。就在即将靠近史东威尔城的时候，一位头上长有犄角、相貌丑陋的人拦住了但丁的去路。他自称恶招妖鬼马尔基特，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赶走那些妄图成为艾尔登之王的褪色者。马尔基特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一种神秘且威严的气息，可见实力不容小觑。手中的拐杖被他耍得虎虎生风，加上随时变换的匕首以及从裆间掏出来的大锤，可谓是变幻莫测。不过对于但丁来说，终究还是弱了点。随着马尔基特化作金光消散，但丁才发现这只不过是马尔基特的分身而已，看来他的本体应该是在王城之中。这时梅琳娜再次出现，原来他一开始认为但丁走不了多远，如今见识到了但丁的实力，梅琳娜决定将他送到供褪色者休息和交流的圆桌厅堂。于是但丁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他可不是为了揩油，只是单纯的想认识一下各路英雄豪杰。圆桌厅堂果然是人才辈出，其中有一心想要寻求完美律法的金面具，与伟人同床，以期望能够让伟人复活的死眠少女菲亚。受尽唾弃但还未来到圆桌厅堂的10分者，老一辈褪色者百之爵士基甸奥夫尼尔，其中有个叫科林的圣职人员对探索完美律法的金面具非常崇拜，还有一位铁匠修古像俘虏一样被铁链铐住，只能没日没夜的为褪色者们锻造武器。但值得一提的是，死眠少女菲亚在见到但丁后直接开门见山询问但丁是否能让自己抱紧她。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毕竟这是具有神圣意义的做法，但丁只能咬牙投入了
了菲亚的怀抱。菲亚还表示，但丁需要窗帘恩泽的时候，无论几次他都会给予抱抱。完事之后，但丁回到了史东威尔城外，在正门旁的小屋中，他发现了一个5星门卫。门卫劝但丁最好不要从正门进去，但我堂堂艾尔登之王岂能走后门？但丁毫不犹豫地选择正面潜入，凭借过人的身手，他轻松就来到了接之葛瑞克的面前。而这个所谓的半神，只是黄金一族不知道多少倍的子嗣，并且自身实力弱小，欺软怕硬。在碎片战争期间，葛瑞克因为惧怕最强半神拉塔恩，只能躲在城中，大气都不敢喘，最后还是混在女人堆里才逃出了王城。之后他更是小瞧了剑术天下无双的女武神马莲尼亚，结果只能输得跪地亲吻马莲尼亚的脚，这才侥幸保住了性命。被各方势力蹂躏后，葛瑞克只能躲进史东威尔城，利用接之这种歪门邪道来找回自信，使得无数褪色者沦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或许是通过接之，葛瑞克觉得自己又行了，竟然自称起了黄金君王。只见这位君王迈着残疾人的步伐，艰难地向但丁逼近，这些手臂并没有让他变得有多强大，反而还显得笨重无比。但丁只是随便摸了他几下，葛瑞克就受不了了，直接举起手中的大王斧，硬生生砍下了自己最大的左臂，随后将残肢伸进一旁的龙头之中，妄图利用龙的火焰之力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面对眼前这个弱鸡，但丁也不想浪费时间，随手换上了心仪的玩具樱华雷段，雷电瞬间在他手中汇聚，伴随着一阵电闪雷鸣的死亡之舞，这位罪大恶极的接之者结束了自己的窝囊生涯。毕竟是黄金一族的后裔，但丁也获得了葛瑞克的大卢恩。见葛瑞克落到这步田地，5星门卫立即将他的脑袋狠狠地踩在脚下，或许这就是他应有的报应吧。穿过史东威尔城，但丁来到了胡之利耶尼亚，这也是前往黄金树必经的一处地方。通过一座教堂里的魔法练习生口中，但丁得知，想要穿过这座被薄雾笼罩的湖泊，就得进入其中心的雷亚卢卡利亚魔法学院，通过学院里的魔法封印才能前往王城，但学院早已封闭了多年，只能用一把特殊的灰石钥匙才能进入其中。幸运的是，但丁在学院门口发现了灰石钥匙所在的位置，于是他立马向着目标赶去。一路上都是各种奇特的生物，甚至有号称虾星王的巨型龙虾。葛瑞克但凡要是接这个虾头，至少还可以和但丁多过2招，毕竟这里的生物要比之前强上不少。但丁也换上了一件顺手的武器落影，然而灰石钥匙却被一头灰石龙守护着，这种会飞的生物也没必要跟他恋战。但丁借走灰石钥匙，便骑上灵马迅速的离开了这里。穿过学院的魔法封印，他终于可以一睹学院的真容。随着但丁的探索，这所学院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学院所掌握的灰石魔法，早在黄金一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已经让魔法学院的实力深不可测。但一位来自卡利亚城寨的关心少女，通过关心策略，领悟了月之魔法。很快，她就以雷霆手段，将以灰石魔法为主流，嘲笑月之魔法，并排斥异端种族的魔法学院彻底征服，并让大多数种族都能随意学习灰石魔法或是月之魔法。关心少女所在的卡利亚城寨也成为了王室，而这个少女就是满月女王雷娜拉。在满月女王巅峰时期，可以称得上最强人类魔法师。然而都是月亮惹的祸，黄金一族突然冒出了一位年少多金、头顶飘逸红发的将领，将领名为拉达冈，不仅能文能武，相貌也十分英俊。拉达冈带领着黄金势力想要征服魔法学院，可谁能想到满月女王竟然是个恋爱脑，二人在战场上一见钟情，让本该兵戎相见的局面变成了一段闪婚式联姻。魔法学院也就此成为了黄金一族的盟友。为了尽快同居，拉达冈甚至不惜带上陪嫁，以赘婿的身份入赘雷家。夫妻二人很快就有了3个爱情的结晶。由于他们的实力本身就强大无比，诞下的孩子也都是半神，分别是最强半神碎星将军拉塔恩、司法官拉卡德以及月之公主拉尼。可在看似美好的婚姻外表下，也体现了当代交界地年轻人恐婚的原因。因为就在女神玛丽卡将出使艾尔登之王葛弗雷逐出交界地之后，这位红发拉达冈竟毫不犹豫的连离婚协议都不签，就抛弃了满月女王，甚至带着3个孩子连夜回到黄金树脚下的王城，成为了女神玛丽卡的第2任丈夫。拉达冈也就顺理成章当上了第2任艾尔登之王。由于爱人的出轨，满月女王瞬间抑郁，只能终日研究禁忌魔法，想要通过渣男拉达冈赠予的琥珀卵再次诞生出属于他们的孩子。然而这些孩子都是脆弱且短命，而魔法学院见女王都疯了，于是干脆推翻了卡利亚王室，将满月女王囚禁在了学院的大书库之中。可以想象，在结下缘分之后又遭到反悔，所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刻骨铭心。回到但丁这边，在他深入学院内部后，竟然发现了一只拉达冈的红狼，想必他一定就是那个负心汉的帮凶。既然这样，那么这只红狗就必须死。不过有一说一，在雷亚卢卡利亚魔法学院，连狗都会用魔法。俗话说得好，夜来风雨声。但丁只是简单几招，便将这头帮凶绳之以法。随着但丁缓缓推开书库大门，并走进其中，脚下却多出来一名练习生，甚至还想咬他的脚。练习生脸上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不仅如此，一群练习生也点亮了手中的蜡烛，本该热闹的氛围却显得诡异无比。此时，满月女王雷娜拉也缓缓地浮现在了书库的上方。看来这些练习生一定就是他通过禁忌魔法创造的生命。毕竟但丁是个外来者，练习生们立即对但丁发动了攻击，魔法犹如暴风骤雨一般砸在但丁身上，让这个最强褪色者都无法站稳脚步。这还是满月女王没有亲自出手的情况
况下，其实力可见一斑。不过但丁也很快发现了破绽，将这些练习生横扫了一大片后，满月女王也掉在了地上。但丁趁此机会不断挥舞手中的落影，女王的琥珀卵也很快脱手掉在了地上。然而这时一团黑雾升腾而起，满月女王的女儿月之公主拉尼竟在远处借由母亲的身体出现在了但丁的面前，并将之拖进了月之领域中。她要让眼前这个打扰母亲的男人感受一下来自卡利亚末代女王那真正的月之魔法。正如拉尼所说，这些魔法着实可怕，恐怖的能量喷薄而出，期间不仅夹杂着挥石魔法，甚至还有一轮又一轮的暗月在但丁身边爆炸，就连他自身都能化为冰冷的暗月，层出不穷的法术也让但丁对这个月之公主拉尼产生了一丝兴趣。因为在拉尼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气息，似乎是感觉自己被冒犯到了。拉尼使用了召唤魔法，接连召唤出了各种生物，就连巨龙和山妖也都被他召唤出来疯狂攻击但丁。见魔法表演也看得差不多了，但丁找到破绽，迅速近身，一刀就让拉尼与母亲断开了连接。而这大卢恩也正是来自琥珀卵之中。尽管女王战败，但他却根本不在意，依旧抱着琥珀卵思念着他的红发渣男。经过之前的战斗，但丁不由对拉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感觉他傲娇的气质好像在哪见过。但丁决定先去会一会这个拉尼，不过他现在得先回一趟圆桌厅堂，因为之前他在史东威尔城外遇见的那个红衣少女罗德丽卡也来到了圆桌厅堂，毕竟这个少女曾送过但丁一只水母，但丁也决定帮她一把。恰好铁匠修古觉得红衣少女具有调灵的能力，于是在但丁的引荐下，少女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成为了一名能够帮助褪色者升级召唤物的调灵师。而一直被人讥笑强迫为褪色者改造武器的铁匠修古也第一次有了被人需要的感觉。修古本以为但丁只是想羞辱他们，却没想到自己感受到了真正的善意。随后但丁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所谓的双指大人，还有专门为双指太君充当翻译的老太婆。老太婆千叮咛万嘱咐，只要在黄金树献上大卢恩，但丁就可以成为女神玛丽卡的伴侣，当上第3代艾尔登之王。不得不说，这不就是接盘吗？一嫁不算嫁，二嫁是学嫁，三嫁才是正式嫁。目前还是得先去会一会那个月之公主拉尼。既然满月女王来自卡利亚城寨，那么她女儿极有可能就在城寨内。借助灵马的前脚蹬后脚，但丁很快就来到了卡利亚城寨。城寨里有着许多危险的魔法陷阱，不过这些都难不倒他。但有一种长满了手指的怪物却显得别具一格，尽管他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可一旦被他们抓住就确实不太舒服，真的是糟糕的玩意儿。这里甚至还有骑士和巨龙守护。不过历经艰难险阻，但丁终于还是来到了拉尼所在的魔法师塔。当他来到最顶层，这位神秘的月之公主也终于出现在了但丁眼前。原来拉尼就是之前赠予但丁招魂灵的魔女雷娜。拉尼当然也记得这个被林玛接纳还有欺负母亲和自己的褪色者，不过再次相遇，那也算得上命运从中牵线。傲娇的拉尼见但丁愿意为他做事，于是他便讲述起了关于自己的过去，一切都要从女神玛丽卡被选为神的候选人神人说起。每一个神人都会被双指赐予独有的影子野兽，以作为他们的伙伴。这个所谓的伙伴也有可能是监视者，而女神玛丽卡的影子野兽则被称为黑剑玛丽卡斯。二人并不是主人与宠物的关系，反而是像亲人一样结拜为义姐弟。在义姐玛丽卡的指派下，可爱的义弟黑剑凭借可怕的实力，从另一个神人萧瑟眼眸女王手中夺走了命定之死，并将命定之死封印在了自己的剑里，没日没夜的严加看管。而这个命定之死就代表了死亡这个概念，没有了命定之死，万物就没有了生老病死中的死亡，最多就是大限到来的时候灵魂回归黄金树。而拉尼凭借对月之魔法的强大造诣，则被双指选为了下一代神的候选人，也就是神人。但信奉暗月的拉尼本就对无上意志与黄金律法嗤之以鼻，于是他策划了一场摆脱无上意志的阴谋。拉尼雇佣了一批由女性为主的吸人族所组成的黑刀刺客组织，并让黑刀刺客偷走了一部分封印在玛丽卡斯剑上的命定之死，也就是死亡卢恩。通过死亡卢恩附魔，拉尼获得了一把能够弑神的黑刀。他先是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魔女人偶的身上，并用黑刀杀死了自己的肉体，这样他就摆脱了无上意志的控制。可就在同一晚，黑刀刺客拿着弑神黑刀刺杀了女神玛丽卡与葛弗雷的长子黄金葛德文，导致葛德文的灵魂被杀死，肉体却还活着。由于在黄金律法的规则下，神和半神本就是不死的存在，但一夜之间，拉尼的灵魂活着，肉体死了，长子葛德文又是肉体活着，灵魂却死了，这让黄金律法干了2条芙蓉王都没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黄金律法出现了漏洞，只能保留葛德文的尸体，以便日后再说。而这也是导致了女神玛丽卡砸碎艾尔登法环的黑刀之夜事件。不过有意思的是，玛丽卡与黑刀刺客都是来自交界地之外的吸人族。回到但丁这边，拉尼讲述完自己的身世后，便直接开门见山，要求但丁与伴郎布莱泽前去寻找永恒之城诺克隆恩的秘密宝藏。而这个伴郎布莱泽就是双指赐给拉尼的影子野兽，肩负着保护和监视拉尼的使命。他与拉尼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就算拉尼反抗无上意志，他也还是忠心耿耿的守护在拉尼身边，不过就是找个宝藏罢了。为了获得拉尼的芳心，但丁立即和伴郎布莱泽约定在永恒之城见面。通过一处隐秘的入口井，但丁来到了这座位于地下的永恒之城。这里曾有着璀璨的文明，但黄金律法降临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为了进行反抗，甚至造出了一把能够伤害无上意志和双指的猎杀指头刀。于是气急败坏的无上意志再次降下流星，将永恒之城砸进了地下之中。随流星而来的还有一只名为黑暗妻子的怪物，在城内大肆杀戮。至此以后，永恒之城的生命就只能在一片虚假的夜空之中等待属于他们的时代来临。有幸的是，在永恒之城寻找布莱泽的路上，但丁遇见了祖灵居民信奉的祖灵之王。这种神兽的生命天性就是从死亡萌发生命，一从生命萌发生命。这里埋藏的秘密可谓
谓是数不胜数，其中有个灵魂还在对着远方的一处建筑不断歌颂鲜血君王的名号，愿蒙格温银行永垂不朽。看来那边一定可以办理无责任贷款。但丁默默地将这个地方记在了心里。之后他顺利地与伴郎布莱泽会合，可尽管这里是永恒之城，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上方的诺克隆恩。布莱泽始终找不到上去的方法，但丁只能前去四处打听，终于在一个叫瑟莲的魔法师口中知道了前往诺克隆恩的方法，那就是利用陨石从上方砸出一条前往诺克隆恩的通道。可多年以前，那位最强半神拉塔恩为了保护交界地不受流星的侵扰，仅凭一己之力封印住了群星，这才有了他碎星将军的称号。而想要群星再次开始流转，就得击败拉塔恩。终于有一个能打的了。燃起战意的但丁立即前去转告了半兰布莱泽，二人约定好在拉塔恩的领地盖利德地区的红狮子城见面。说来也巧，永恒之城的电梯竟然可以直达上方的盖利德地区。有了这个捷径，但丁很快就来到了红狮子城。此时城内正在举办一个战斗祭典，那就是广招天下豪杰前来挑战这位最强半神拉塔恩。原来拉塔恩可不仅仅只有实力，还具备了不俗的品格。拉塔恩是满月女王与红发拉达冈的长子，他自幼便崇拜初始艾尔登之王葛弗雷，凭借过人的武力，再加上他半神的躯体，导致体型变得巨大。可陪伴他出生入死的艾玛却无法承载他的重量。为了能够与艾玛并肩作战，拉塔恩不惜学习了重力魔法，以减轻自己的体重。再加上他本就对重力魔法的天赋，才让他能够封印群星。随着破碎战争的爆发，拉塔恩也加入了攻打王城的行列。不过由于另外一位半神的死守，拉塔恩还是撤军回到了盖利德。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剑属天下无双的女武神马莲尼亚竟率领手下的尊府骑士前来攻打盖利德。拉塔恩又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剑属纵横天下的女武神与这位最强半神开始以命相搏，毕竟还得是碎星将军。拉塔恩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女武神马莲尼亚也是个狠人，既然这样，谁都别想赢。她直接拔出了抑制体内猩红腐败的金针，妖艳的红色花朵在拉塔恩的背上绽放，猩红腐败瞬间侵蚀了整片盖利德地区。在身心被腐蚀的前一刻，拉塔恩拼尽最后的理智，下令修建高墙以阻止猩红腐败蔓延，而他自断了双脚，让自己独自留在沙丘，以防止伤害到无辜之人。从此他便陷入疯狂，像条野狗一样啃食着沙丘上的尸体，只能朝着天空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战士就是要光荣战死。于是他们才举办了这场战斗祭典。回到但丁这边，在与伴郎布莱泽会合以后，但丁与天下豪杰一同来到了沙丘之上。拉塔恩不可谓不强，重力魔法与无数大剑从天而降，众人想要近身都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逼近身前，迎接他们的就是碎星将军可怕的威压。面对眼前的强者们，拉塔恩丝毫不惧，直接挥舞起手中的碎星大剑，在人群中来去自如。一个叫帕奇的年轻人只是打了个照面就被吓出了战场，也幸好他跑得快。各路英雄豪杰很快就被拉塔恩全部击败。他也将矛头对准了但丁，但丁也第一次被这蛮横的攻击打疼了一点。这还是拉塔恩重伤且神志不清的状态，可以想象他全盛时期究竟有多强。似乎是感受到了但丁的强大，拉塔恩准备尽全力战斗。但丁自然也尊重这位强者，凭一己之力封印群星。但丁也从内心认可了他这位最强半神。このマダラがお前を最強と呼んでやる。由于艾尔登法环的故事极为庞大且复杂，如果单纯只讲世界观，我怕各位看得比较枯燥，所以干脆用这种线性的方式，以狂魔自己打出来的流程，一点一点的讲述里面的故事。剧情和背景设定上也是众说纷纭，我也只有尽可能去理解。毕竟个人能力有限，如果在剧情上有错误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担待。我也会尽快更新出下一期，但内容确实太多，有可能会分为3期来讲述。这才到碎星将军都已经1万多字了。最后在这新年里，狂魔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各位能够留下一个点赞，加快狂魔的更新速度。我是修篇狂魔，咱们艾尔登法环第2期再见。他是一个为了艾玛学习重力魔法的最强半神，同时也是为了守护土地凭一己之力封印群星的碎星将军拉塔恩。即便被女武神释放的猩红腐败侵蚀到神志不清，拉塔恩始终都没让群星移动半分。在彻底失去理智的前一刻，他下令修筑高墙以阻止猩红腐败蔓延，甚至不惜自断双脚，让自己独自留在沙丘，像野狗一样啃食着尸体。为了帮助拉尼寻找永恒之城诺克隆恩的宝藏，但丁只能前往红狮子城挑战碎星将军拉塔恩。这既是为了让流星再次开始流转，以打开前往诺克隆恩的路，也是为了让这位最强半神有个体面的结局。那么今天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艾尔登法环的故事。面对这位最强半神，但丁拿出了一把趁手的兵器，开门破军。谁料拉塔恩越战越勇，重力魔法与他手中的碎星大剑裹挟着千钧之势，不断对着但丁发动进攻。两个人在沙丘之上以命相搏，双方不闪不避，全凭肉身的强横在支撑。但丁也将8之雷运用到了极致。拉塔恩在硬接了一道湮灭一切的雷电后，终于戾气散尽，迎来了属于英雄的荣誉。随着拉塔恩被击败，被封印的群星再次开始流转，一颗巨大的流星砸在了交界地的土地之上，通往永恒之城诺克隆恩的路，还有拉尼的命运之路被陨石砸了出来。但丁顺着踪迹
迹，通过流星的坠落地来到了永恒之城诺克隆恩。难以想象这里埋藏了多少秘密，液态金属、人造生物，甚至还有能够模仿召唤者的仿生泪滴。看来永恒之城是想利用科技手段，人为造出一个艾尔登之王。在诺克隆恩的深处，但丁终于找到了拉尼想要的宝藏，正是那把能够弑神的猎杀指头刀。甭管什么弑神小刀，只要是老婆想要的研磨刀，他都可以给弄过来。但丁满怀期待回到了拉尼身边，在见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拉尼不由感叹，为自己完成任务的竟然不是伴郎布莱泽。如今万事俱备，拉尼也将独自去面对自己要走的路。在离开之前，拉尼将一尊卡利亚颠倒像作为谢礼送给了但丁。为了搞清楚拉尼的目的，他根据颠倒像的说明书来到了卡利亚书斋。在利用颠倒像启动机关后，但丁来到了利耶尼亚神兽塔的最高处。拉尼娇小的尸体赫然就在那里，尸体上还留有拉尼舍弃身体的皱痕。由于黑刀之夜事件，拉尼肉体死去，灵魂活着，黄金葛德纹又是灵魂死去，肉体活着，所以本该是个圆形的皱痕被分成了2块。看来另一半皱痕一定和灵魂死去的葛德纹有关。暂时顾不上凑齐2块皱痕会发生什么，毕竟还是老婆拉尼要紧。但丁再次返回卡利亚城寨，可拉尼却不见了踪影。在搜寻了一番过后，通过一处隐秘的传送门，他竟然直接来到了位于地下深处的安瑟尔河主流。前方一个造型逼真、与拉尼一模一样的老婆随身杯出现在了但丁面前。本就思念老婆心切的但丁，拿着拉尼的同款人偶，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打算和人偶谈谈心。可尴尬的是，人偶竟然开口说道：“没想到但丁这么粘人。”原来是拉尼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人偶之中。见自己在但丁面前仿佛一丝不挂，拉尼也展现出了傲娇的一面。But now the cat is out the bag. I cannot allow thee thy freedoms. Perform for me a service as recompense. Eliminate the baleful shadows which prowl these lands. The name of Rani the Witch is already sullied by thee. I will not brook disobedience in this matter.不过是消灭一个灾厄影子而已，但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在寻找灾厄影子的路上，拉尼对这个男人彻底坦诚相见。他聊起了自己的过去，为了摆脱身为神人的躯体，他借走死亡卢恩，杀死了自己的肉体。从那之后，拉尼便与那位选中自己成为神人的双指不死不休，而需要消灭的灾厄影子，便是双指派来刺杀拉尼的刺客。看来只要除掉灾厄影子，拉尼就能前去找到双指复仇，从而彻底摆脱无上意志的控制。谈笑之间，但丁很快就发现了灾厄影子，影子的外形与半兰布莱泽一样。拉尼还在念叨着他是最后一个影子，想必之前刺杀拉尼的刺客不止他一个。就在但丁消灭影子的那一刻，拉尼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他终于能够前去直面双指了。临走前还叫了但丁一声亲爱的，并留下了一把能够开启魔法学院大书库之中神秘宝箱的钥匙。这一声亲爱的，谁听了谁不迷糊。但丁立即前往魔法学院，在与丈母娘打了一声招呼后，他用钥匙打开了神秘宝箱，里面是一枚暗月戒指，它是拉尼赠与伴侣的冰冷契约戒指。为了尽快与拉尼完婚，但丁拿上定情信物，再次返回安瑟尔河，并不断向里面深入。然而一头怪物却拦住了但丁的去路，他就是当年被无上意志投放，随流星一同砸穿永恒之城的黑暗妻子艾斯提。这头怪物的外形可以说是诡异无比，群星的力量在他手中汇聚，瞬息之间便能制造大范围的星云爆裂。所幸的是，但丁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不断挥舞手中的长枪，让这头毁灭永恒之都的怪物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顺着安瑟尔河的出口井，但丁来到了一座大教堂，在教堂的下方，他终于再次见到了拉尼。此时那个选中拉尼成为神人的双指已经被猎杀指头刀砍死，而拉尼的人偶则是残破不堪。既然他能够将定情信物暗月戒指赠予但丁，那么但丁也将为他戴上戒指，成为他的王，只属于拉尼的王。直到你，是你让我找回自己，像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或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在为拉尼戴上戒指后，拉尼便重新穿上了自己的魔女套装。无论但丁走到哪里，他的视线始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王。而接下来，他将前往夜空，前往星星和月亮的律法所在。等但丁即将成为艾尔登之王的前一刻，他便会再次与之相见。可能是有点舍不得爱人，拉尼悄悄地藏到了小人偶之中。在被但丁发现后，他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拉尼可不仅仅只想摆脱无上意志，他觉得黄金律法过于追求极端秩序。尽管他自己追求的是星星和月亮的律法，但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繁荣昌盛的律法，那就是没有律法。所以他希望但丁在成王之后，能够与他一同离开交界地，让这个世界重回群星璀璨的时代。明白了爱人的心意，但丁也准备离开卡利亚城寨。可这时他却发现了许久未见的半兰布莱泽。作为无上意志赐给神人的影子野兽，布莱泽本该阻止拉尼违抗黄金律法的行为，然而与拉尼青梅竹马的情谊，让他在服从无上意志和保护拉尼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从而导致布莱泽陷入了癫狂。即便如此，他也还是在念叨着自己绝对不会背叛拉尼。在他发现但丁的那一刻，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攻击。见这位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落得如此下
下场，但丁只能含泪帮助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拉尼的事情也暂时告一段落，但丁继续向着黄金树进发。通过魔法学院的传送门，他一路来到大升降机。随着升降机缓缓启动，但丁终于来到了王城外的亚坛高原。许久没有露面的梅琳娜也在此时出现。原来她是在黄金树脚下诞生的，但肉身却被烧毁，成为了灵体状态。之所以想回到树脚，就是为了寻找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和使命。虽然有了拉尼，不过但丁却不介意再多帮一帮梅琳娜。在前往王城的路上，但丁再次遇见了圆桌厅堂的圣职人员科林。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追求完美律法的金面具。即便这一路充满凶险，但为了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他也不打算轻易放弃。巧合的是，但丁很快就在一处断桥上发现了一个一动不动的人。无论但丁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他的手指永远都指向黄金树。见这人有点像科林口中的金面具，于是他将科林带到了这里。果不其然，他就是金面具。也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深入交流的。科林表示他已经拜入金面具门下，成为了他的学生，并在一旁作为记录者，与金面具一同寻求黄金律法之道。果然不愧是大师，无论但丁怎么做，金面具都纹丝未动。告别这对师徒后，但丁遇见了一位截肢老鱼。通过老鱼口中得知，在王城西边的火山关底有着一条亵渎的大蛇。想到也不急于一时，但丁索性也就来到了火山关底之中。这里的主人名叫塔尼斯，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叛律者联盟的组织，专门招募那些反抗无上意志的战士。可想要成为叛律者，但丁就得猎杀同为褪色者的同胞，抢夺他人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毕竟闲着也是闲着，但丁还是前去杀掉了数名褪色者。随着他正式加入叛律者，火山关底也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原来这里真正的主人是司法官拉卡德，他是满月女王与红发拉达冈的二儿子。在破碎战争期间，认为无上意志抛弃了他们的拉卡德也参加了攻打王城的行列。但随着进攻的失利，拉卡德不仅被打回了火山关底，还被王城士兵围困在关底之中。为了扭转颓势，拉卡德想到了格米尔火山里的吞噬大蛇，于是他选择主动被大蛇吃掉，想要趁机夺取大蛇的力量。但拉卡德却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导致自己反被大蛇夺舍，最终成为了亵渎君王。拉卡德手下的格米尔骑士也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本来满怀雄心壮志、敢于反抗无上意志的司法官，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只有贪欲的丑陋怪物。为了能够送主人最后一程，骑士们前去找到了传说中的大蛇狩猎矛。尽管有了武器，但面对半神，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之对抗。至此以后，仅有塔尼斯留在了亵渎大蛇身边。他们创立了叛律者联盟，为的就是让这些叛律者通过狩猎同胞变得足够强大，从而觐见亵渎大蛇。实际上就是被大蛇吞噬，成为他力量的一部分。只要吞噬足够的强者，他就能成为最强大的存在。不幸的是，但丁凭借优秀的战绩，很快就在塔尼斯的安排下与吞噬大蛇见面。此时大蛇早已和拉卡德融为了一体，样貌显得扭曲且贪婪至极。毕竟他遇到的是但丁，虽然有传说中的大蛇狩猎矛，不过对于但丁来说，还是手中的长枪更顺手。面对脚下滚烫的岩浆，但丁丝毫不惧，抄起连发手枪便冲了上去，长枪也引导着一道道天雷朝着拉卡德劈去。最终这位半神与大蛇倒在了绝对的力量之下，而塔尼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王竟然被打败了，但他却很快镇定下来，甚至前去找到了大蛇，疯狂吞噬地上的蛇肉。 Oh, you... Allow me some time. Our lord's carcass is vast and not easily consumed. Dear Rykard, please find purchase within me. I wish to be your serpent, your family. One day, let us devour the gods together. 见这位半神落到如此田地，但丁迅速离开了火山关底，再次向着王城进发。王城不愧是权力的象征，庄严宏伟的建筑依然还残留着黄金一族鼎盛时期的辉煌。然而因为破碎战争，整片外城早已是满目疮痍，只有一根根深入地面的巨型弩箭还在诉说破碎战争有多惨烈。就在但丁向着内城进发的时候，之前在史东威尔城见过的马尔基特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还是那些熟悉无比的招式。马尔基特不过是某位半神的分身而已，他的本体想必一直都在守护王城，能够在破碎战争击退多方半神势力的人物，其本身实力一定强得可怕。尽管王城早已不复当年的鼎盛，但依旧还有人在守护，比如这个龙庄大树守卫，他不仅挥舞着由龙爪制成的武器，还能够释放火焰和雷电魔法，依靠着鬼魅一般的身法，但丁很快将之击败。他也终于得以来到了王城罗德尔，眼前一片又一片的建筑群落，加上巍然耸立的黄金树，那庄严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一条庞大的古龙尸体却在王城中显得格外壮观。原来这头大古龙名为古兰三克斯，早在黄金一族向外扩张的时代，古兰三克斯就因为不满黄金律法，独自冲进王城内大肆杀戮，奈何终究势单力薄，古兰三克斯的尸身也永远的留在了王城。古龙一族就此率先挑起了古龙战争，最终黄金一族不但取得胜利，与神玛丽卡的长子黄金格德温，还与另一头古龙福尔三克斯化敌为友，成为了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回到但丁这边，尽管王城早已是残破不堪，但也还是有许多人在尽忠职守，就连被称为调香师的药草学家都在破碎战争时期将香药化为毒药，亦或是化为火药。就在但丁探索王城的时候，科林师徒再次出现在了王城的一角，金面具依旧还是一动不动的对着黄金树发呆，只不过姿势发生了些许改变。
变，但柯林却是心急如焚，因为对于追求完美律法的金面具来说，越是靠近黄金树，他的思考和运算就越是放纵不羁。而在黄金律法之中，女神玛丽卡被视为唯一的神，和原本那唯一的神竟然多出来了一位，这位多出来的神就是那个曾经抛弃满月女王，成为玛丽卡第二任丈夫的红发渣男拉达冈。也正是因为发现拉达冈的存在后，金面具的 CPU 就像烧了一般失去响应。为了解开金面具的疑惑，但丁不断在王城内探索，终于揭晓了拉达冈的真实身份。原来拉达冈就是玛丽卡，二人本就是同一个人分离出来的不同人格。如果说作为西人族出生的玛丽卡代表了人性，无法做到对无上意志绝对忠诚，那么拉达冈就是纯粹的神性，是黄金律法的一条忠犬。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玛丽卡将初代艾尔登之王葛弗雷逐出交界地之后，拉达冈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满月女王，回到王城与玛丽卡结婚。因为一旦没有了艾尔登之王这样的战力，人性更多的玛丽卡就极有可能会闹出一些幺蛾子。而拉达冈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黄金律法不会出现问题，这也是无上意志制衡玛丽卡的一种手段。但法环最终还是因为长子黄金葛德文的死被女神玛丽卡一怒之下砸碎。不过结合这一切看来，玛丽卡砸碎法环的举动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在知晓了拉达冈就是玛丽卡后，但丁来到金面具面前，趴在他耳边将真相告诉了他。是谁在耳边说？闻听此言，金面具的 CPU 再次开始疯狂运转。告别师徒二人后，但丁也决定前往黄金树内部去见一见所谓的女神玛丽卡。他很快就来到了艾尔登王座前，王座之后便是玛丽卡所在的黄金树内部。而之前那个恶兆妖鬼马尔基特却又一次出现在了但丁面前，他的真正身份其实是恶兆王蒙葛特。在黄金一族向外扩张的时代，女神玛丽卡与初始艾尔登之王葛弗雷在有了长子黄金葛德文以后，他们又诞下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便是蒙葛特与蒙格。然而造化弄人，兄弟二人出生便带有恶兆之象，这本是荣辱百相的隔代遗传，放在黄金树时代以前，这就是神力和符咒的象征。但黄金树不会容忍这种拥有前朝样貌的人来做本朝的皇室后裔，于是这对可怜的双胞胎就被女神玛丽卡偷偷藏进了王城的下水道之中。从此他们便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成长。蒙葛特并没有因此心生怨念，反而还非常羡慕大哥黄金葛德文能够为黄金一族征战四方。这对双胞胎本该永远的成为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直到破碎战争的爆发，兄弟二人才离开了王城下水道。尽管遭受如此待遇，蒙葛特也依旧选择守护王城。面对各路诸侯的大举进攻，蒙葛特丝毫不惧，哪怕是对上税卿将军拉坦，他也丝毫不落下风。可即使他拼了命守护王城，却还是无法被黄金树所接受。而双胞胎弟弟蒙格在抵御半神势力进攻的期间，也因为自己的野心，选择离开哥哥蒙葛特，前去寻求更强大的力量。即便如此，蒙葛特也没有责怪弟弟蒙格。最终残破不堪的王城只剩下蒙葛特还在坚守。讽刺的是，被抛弃的孩子在守护黄金律法，而那些受到黄金树赐福的半神们却为了一己私欲不惜攻打王城。蒙葛特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被爱想要回馈，而是他单纯的希望去爱。或许他认为自己有那份义务去守护和维持王城的繁荣稳定。见但丁能够走到这里，蒙葛特也准备全力以赴。他将手中的拐杖捏碎，露出了一柄剑身异常变色且扭曲的剑，授人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丁也早已将他视为最值得尊敬的对手，于是但丁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武器之一——叛逆大剑。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蒙葛特丝毫不惧，他的招式大开大合，相比于他的分身，本尊的攻击更为可怕，甚至给但丁来了一手家族传统，黄金一族真正的末代之王当之无愧。奈何蒙葛特面对的是但丁所持的叛逆大剑，最终这位被黄金家族辜负却依旧力挽狂澜击退联军的恶兆王，还是倒在了最强褪色者面前。在向蒙葛特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后，但丁迈上了通往黄金树内部的台阶。然而门前拒绝一切的荆棘无法让他进入其中。就在但丁正愁出门忘了带混沌之刃的时候，梅琳娜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原来这些荆棘是黄金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想要觐见法环当上艾尔登之王，就需要前往被大雪覆盖的巨人山顶。只要但丁能够前往巨人山顶，梅琳娜就有办法燃烧黄金树，为但丁清除阻拦他的荆棘，并且让梅琳娜活下去的使命似乎也与燃烧黄金树息息相关。尽管梅琳娜嘴上说的轻松，也就烧个树而已，可但丁却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为了了解更多关于烧树的线索，但丁回到圆桌厅堂，前去找到了为双指太君充当翻译的老太婆，将烧树这个大胆的想法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一听顿时大惊失色，连忙说道：烧毁黄金树那可是大逆不道的重罪，万万不可，更别提追求死亡卢恩，也就是命定之死的力量。看来想要让拒绝一切的荆棘死亡，不仅需要烧树，还需要释放所谓的命定之死。保守的老太婆本想劝阻但丁，但她一想到如今双指太君都直了，无上意志他们也无从感知，那还不如放肆一回。想到这里，她立即对但丁说道：来，我告诉你怎么烧。就像梅琳娜说的那样，烧树的关键就在巨人山顶，因为那里有着一口巨人大锅，能够烧树的火焰就在锅里，而想让锅里的火焰升腾而起，就必须将能够看见火焰虚像的人当作祭品。原来梅琳娜嘴上说的使命，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引燃火焰的木头。尽管但丁现在已经有了拉尼，但梅琳娜这一路的陪伴，他也不会说不顾就不顾。于是但丁立即开始寻找起了引燃火焰大锅的其他办法。就在但丁准备离开圆桌厅堂的时候，红衣少女却告诉他，这里不久前
前来了一个可怕的神秘人，神秘人隔着老远都能让红衣少女感受到一股从灵魂里发出的绝望与疯狂的诅咒，就连接知葛瑞克犯下的罪行，在他面前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闻听此言，但丁立即来了兴趣，于是他在圆桌厅堂的深处找到了这位神秘人。原来神秘人就是受尽唾弃的食粪者，食粪者会将死去之人的尸体作为温床，以培育诅咒。这些作为温床的人死后不仅会受到永恒的诅咒，灵魂也无法回归黄金树。在见到但丁后，食粪者要求他前往王城的下水道监牢，释放他的本体，到时候他不但会杀了但丁，还要玷污但丁。这种冒昧的要求还是第一次听说。但丁立即杀到了王城的下水道之中，并在其深处发现了正在面壁思过的食粪者。食粪者说了一堆没用的虎狼之词，甚至还继续在圆桌厅堂口出狂言。And defile its corpse with care. 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但丁立即来到了王城外的壕沟。果不其然，食粪者的分身立即冲了出来。可还没等他玷污但丁，堪比虾信王的蟹信王突然出现，瞬间就秒杀了食粪者的分身。本以为只是一场闹剧，却没想到食粪者再次出现在了圆桌厅堂。食粪者觉得但丁拒绝玷污的行为非常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但丁能够将他在死去之人身上培育的温床诅咒植入自己的本体，以便让温床的诅咒侵蚀他的身体。但丁虽然无法苟同，但为了看看食粪者要做什么，还是帮他完成了心愿。食粪者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呻吟后，用自己的生命爆出了一块忌讳诅咒的修复卢恩。原来食粪者作为一名褪色者，他的目的可不仅限于单纯的修复黄金律法，而是将赐福变为玷污一切的诅咒。只要所有的生命都被玷污，那么玷污就不存在。而这个忌讳诅咒的修复卢恩便可以用于修复艾尔登法环。不过用这玩意儿修复黄金律法，交界地想必一定是时来运转。收下这枚修复卢恩后，但丁准备再感受一次死眠少女菲亚爱的抱抱，毕竟爱意随中起，终止意难平。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也只有菲亚能够为褪色者提供除拉尼和梅琳娜之外那种被爱的感觉。一回生二回熟，菲亚拿出了一把轻式短剑，她希望但丁能够帮忙找出这把短剑的主人。在鲲的律动下，但丁早已分不清是俗是雅，如果不帮菲亚一把，倒是显得自己不解风情。于是但丁立即带上轻式短剑，准备去寻找短剑的主人。可还没等但丁离开圆桌厅堂，一个叫蒂的男人却注意到了他手上的短剑。蒂声称他知道这把短剑的主人是谁。但丁也没多想，索性把短剑交给了蒂。然而没过多久，死眠少女菲亚就在圆桌厅堂杀害了蒂，只因蒂的身上有着属于大王子葛德文的咒痕。之前在拉尼舍弃的肉体上，但丁就曾获得过另一半咒痕。菲亚仅仅只是撂下一句请勿干扰伟人葛德文的死亡，便离开了圆桌厅堂。看样子菲亚是要去寻找葛德文那具没有灵魂的肉体。但丁也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由于葛德文的死亡无法被黄金律法承认，于是葛德文就成为了死蛋者，并被丢进了黄金树下方的深根底层。然而死蛋者的力量却化作死根，透过地底深处的树根蔓延到了各处，导致交界地出现了与葛德文同样的死蛋者。而作为死眠少女的菲亚，本就是通过与英雄共度良宵，吸取他们的生命力量，然后将积攒的力量再次以同床的方式灌注给死去的伟人，使伟人能够复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菲亚对死蛋者产生了同情，所以他才会想要追随葛德文。本着能帮就帮的原则，但丁再次来到了位于地下的永恒之城诺克隆恩，开始寻找前往深根底层的方法。途中他遇见了一个坐在地上的男人，这个人就是蒂的弟弟。根据蒂身上的孪生盔甲推测，蒂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身体和意识，但却只有一个灵魂。蒂如果醒着，那么蒂的弟弟就会陷入沉睡。见弟弟如此悲伤，但丁索性也就把孪生盔甲还给了他。再次经过一路的探索和战斗，但丁在一处瀑布前发现了一口棺材，却没想到还是一口全自动升官发财。棺材顺着瀑布一路直上，而目的地正是深根底层。葛德文那具没有灵魂的身体早已在树根的影响下，只能以不规则的形态继续成长，最终形成了这副不可名状之物。菲亚见但丁找了过来，还以为他会像忠于黄金律法的人一样否定死蛋者的一切，然而但丁只是过来求个抱抱而已，顺带将拉尼的另一半咒痕交给了菲亚。菲亚见到咒痕以后不由大喜过望，毕竟别人只是抱完就走，但丁可是真心在帮他，因为只要凑齐了完整的咒痕，那么葛德文就能成为纯粹的初始死者。接下来他将会与葛德文同床，将体内积攒的生命力量灌注进葛德文体内，让葛德文这具没有灵魂的肉体能够真正的死亡并解脱。然而还有一个因素在阻止葛德文的死亡，那就是葛德文在巨龙战争时期结识的手足兄弟古龙福尔桑克斯。不得不说，龙兄弟确实能处，有事儿他是真上。自从葛德文成为死亡子后，福尔桑克斯不惜化为死龙，待在了葛德文体内，并终日与死亡搏斗。他明知那是一场不会获胜的战争，可即便他身上能够抵抗侵蚀的古龙鳞片，都在与死亡的对抗中逐渐崩毁。福尔桑克斯始终都没有想过放弃，他对待友情的方式让但丁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但如果不击败他，那么葛德文就无法成为纯粹的初始死者。似乎是感受到了威胁，福尔桑克斯将红色雷电化作利刃，不断向着但丁发动进攻，就如同这场永远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一样。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切，让他与挚友能够得以安息。
在帮助死龙解脱后，菲亚也完成了与葛德文的同床，而他们的结晶就是可以用来修复艾尔登法环的死王子的修复卢恩。看来菲亚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葛德文解脱，也是为了死难者能够被黄金律法所接受。看着眼前已经失去生机的菲亚，感到十分惋惜的但丁拿上死王子的修复卢恩，正打算离开，但之前那个弟的弟弟却突然出现在菲亚的尸体面前，用肮脏至极的话语侮辱着菲亚与葛德文。只因黄金律法不承认死难者，弟作为黄金律法的狗，他们一直都在猎杀死难者。葛德文和菲亚的死，在他看来就是大快人心。但丁可不管他站在哪一方，这个地中地竟然侮辱菲亚，那么他就只能被物理超度。毕竟菲亚可是唯三给了但丁爱的女人。接下来也是时候去寻找除了将梅琳娜作为祭品以外，另一种引燃大锅的方法。既然王城周围暂时找不到办法，那就先前往巨人山顶一探究竟。但丁很快就来到了巨人山顶，经过一番探索，他来到了附近的化生学园。在茫茫大雪之中，但丁很快就迷失了方向。俗话说得好，无心插柳柳成荫，误打误撞之下，但丁通过化生学园一处隐蔽的传送门，竟然来到了之前在永恒之城有幸隔着老远发现的蒙格温银行。那灵魂口中的约蒙格温王朝永垂不朽，至今还历历在目。也到了该办理无责任贷款的时候了。在深入银行的路上，但丁发现了许多不被黄金树赐福的生命，他们就像一茬又一茬的卢恩，等待着褪色者宠幸。不过这些生命都在对着银行顶礼膜拜，想必行长一定就在其中。终于在银行的深处，但丁见到了这位神秘的行长，原来他就是恶兆王蒙格特的双胞胎弟弟蒙格。由于兄弟二人的恶兆之下，他们自幼就被丢进了王城下水道。哥哥蒙格特即便遭受不公的待遇，也要誓死守护黄金律法，但蒙格却不这么想，他对黄金律法充满了憎恨和厌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蒙格在下水道接触到了一位被称为无形之母的外在神奇。在无形之母的鲜血赐福下，蒙格第一次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直到破碎战争爆发，让蒙格得以离开下水道。然而蒙格绝对不满足于此，他势必要取代黄金王朝，成为下一代的王。于是蒙格前往了位于碎星将军拉塔恩掌管的盖利德地区，并在盖利德地下的永恒之城旧乌鲁王朝遗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宫殿，也就是蒙格温银行，意图打造一个能够取代黄金律法的鲜血王朝。当然，想要成王，就必须得当上神的伴侣。于是蒙格盯上了一个被双指选中的神人米凯拉。米凯拉的身份极其特殊，一切都要从女神玛丽卡与红发拉达冈结婚说起。在他们结合以后，便诞下了一对孪生兄妹，哥哥就是米凯拉，而妹妹则是剑术纵横天下的女武神玛莲尼亚。之前但丁为了帮助金面具揭开了拉达冈就是玛丽卡的真相，也就意味着这对孪生兄妹其实是通过自交繁育出来的后代，所以他们天生就有缺陷。玛莲尼亚被猩红腐败寄生，天生残疾没有右臂，哥哥米凯拉则是永远无法长大。不过也正是因为自交的原因，让兄妹二人有着最纯的神之血脉，所以他们都被选为了神人。直到破碎战争时期，鲜血君王蒙格为了当上神的伴侣也就是王，于是他趁着女武神玛莲尼亚外出的时候，闯进米凯拉所在的圣树，将之借回了蒙格温王朝。堂堂女武神竟然被偷家，玛莲尼亚又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他便靠着感应和导航，大概确定了哥哥米凯拉就在碎星将军掌管的盖利德地区。然而赌上一切的玛莲尼亚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哥哥竟然就在盖利德的正下方。就这样高枕无忧的蒙格与米凯拉同住鲜血闺阁，让鲜血填满米凯拉。然而米凯拉却始终不为所动。那么问题来了，蒙格是女神玛丽卡与葛弗雷所生，而米凯拉又是玛丽卡与拉达冈自交所生，所以蒙格与米凯拉是什么关系？除此以外，米凯拉的性别据说是和玛丽卡一样可男可女。不过这些对于但丁来说都无所谓，只要是行长，那就一定是好行长。在将蒙格带到破产以后，但丁开始继续寻找另一种引燃火焰大锅的办法。经过漫长的寻找，但丁在王城的下水道深处发现了不计其数的流浪商人尸体。这些流浪商人在过去被怀疑和异教有关，于是他们整个民族都被黄金势力活埋进地底的深处，因此他们发出了绝望的诅咒，召唤了颠火。看来这个颠火应该能够引燃火焰大锅。但丁毫不犹豫地跳进深渊之中，来到了颠火封印前。然而梅琳娜却想要阻止但丁的行为，并且声音都带着一丝哭腔，因为但丁一旦受赐颠火，待他成王的那一刻，颠火便会烧尽一切生灵，万物都将归于混沌。梅琳娜觉得只要生命存在，世间生生不息，那么一切都还是美好的，所以她希望但丁能够慎重考虑。然而对于但丁来说，他可不想梅琳娜献祭自己，大不了再用颠火引燃大锅后再想办法去除。趁梅琳娜还没反应过来，但丁一个箭步来到颠火封印前，褪去身上的战袍，准备拥抱颠火。随着大门被推开，颠火的使者三指缓缓地浮现了出来。所谓颠火实际上也是来自外在神奇的力量，作为颠火使者的三指也与无上意志的使者双指有着某种联系，可能双指和三指本就是一体。三指颤抖着收紧了手指，在但丁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丁的眼睛也散发出了混沌的光芒。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但丁感觉自己现在强得可怕，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梅琳娜再次出现，并显得非常震惊，眼神也逐渐开始冰冷。正如但丁不理解梅琳娜为何执意要亲身烧树，梅琳娜也无法理解但丁为何受赐颠火一样。他只是撂下一句，如果但丁成为了混沌之王，那么他一定会痛下杀手，因为但丁是被他一手带过来的。在道了一声永别后，梅琳娜便离开了但丁。一不做二不休，但丁再次来到了巨人山顶，一路上都是被冰雪所覆盖的巨人
人族尸体。造成如此惨烈一幕的原因，正是因为巨人族的那口火焰大锅，锅中那永恒燃烧的灰灭火焰是能够烧毁黄金树的存在。于是当年鼎盛时期的黄金一族便发动了巨人战争。本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山妖一族还背叛了巨人族。尽管巨人族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屠戮殆尽。在黄金一族取得胜利后，女神玛丽卡发现大锅中的火焰根本无法扑灭，于是她便在一个火焰巨人身上施加了烙印诅咒，让巨人永远看守这口大锅，以防止有心之人利用灰灭火焰燃烧黄金树。不仅如此，玛丽卡还派出人手监视巨人。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后，火焰的魅力俘获了监视者的心，让他们对火焰产生了信仰。回到但丁这边，他一边欣赏着雪山的美景，一边向着火焰大锅赶去。途中他再次遇见了金面具师徒二人。此时柯林显得异常焦躁，因为金面具在得知拉达冈就是玛丽卡后，经过他周密的计算，已经开始对黄金律法的完美产生了怀疑。而柯林又是一个黄金律法的基本主义者，在他眼里黄金律就是完美的，容不得半点瑕疵。这样一搞，他已经没办法完全信任金面具。咱也不懂这对师徒是怎么交流的，只能安慰柯林想开点。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但丁终于来到了火焰大锅附近。可想要引燃大锅，还得过了火焰巨人这一关。巨人的身躯显得庞大无比，山妖在他面前都显得像个小孩一般。他手中的锅盖每一次砸下，都裹挟着千钧之势。好在巨人非常笨重，但丁找到机会打断了他的左腿，巨人也是干脆豁出去了。他硬是将左腿掰了下来，又以献祭给他信奉的恶神。随着火焰将左腿吞没，火焰巨人得以借由恶神的力量，释放出了焚烧一切的火焰。为了尽快结束战斗，但丁汇聚叛逆大剑的力量，接连劈出3道剑气。强弩之末的火焰巨人再也扛不住这可怕的攻击，终于倒在了雪地之上。顺着固定大锅的铁链，但丁来到了火焰大锅之上。随着他倾听火焰的声音，颠火与灰灭火焰开始交融，巨大的火焰顷刻间升腾而起，并包裹在了但丁的身上。黄金树也随之被火焰覆盖，将周围的一切事物染得通红。由于火焰的灼烧，但丁跌进了火焰大锅之中。当但丁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位于天空神殿的法姆亚兹拉，这里正是龙王普拉顿桑克斯的居所。但丁想要进入黄金树，修复埃尔登法环，仅仅引燃黄金树还不够，他得找到藏身于此的黑剑玛丽卡斯，释放他守护的命定之死。只有这样，死亡才能回归世间，那些神或是半神才能被真正的杀死。如今的法姆亚兹拉早已逐渐崩坏，无数的巨龙翱翔在这片天地间，伴随他们低沉的龙吟，无时无刻都在表达古龙一族的落寞和不甘。为了见识一下黄金树时代以前的埃尔登之王，但丁穿过法姆亚兹拉中心的风暴，来到了龙王普拉顿桑克斯的面前。原本有4个头的龙王，如今只剩下了2个头，并且翅膀残破，身躯上也皆是伤疤。即便如此，龙王那睥睨天下的威压也丝毫未曾减弱。见有外人胆敢打扰自己的休眠，龙王当即张开翅膀，红色的落雷如雨点般疯狂砸下。尽管不是龙王的全盛时期，但也足以感受到他的强大。为了表达对这位交界地之王的尊重，但丁索性也不装了，直接将叛逆大剑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随着一股可怕的能量爆发，但丁开启了自己的最强形态真魔人。他手中的魔剑一出，天地为之变色。龙王的红色雷电在这炙热的能量波动下也黯然失色，似乎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龙王也展现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他将自身化为雷云，并裹挟着雷电与火焰不断攻击但丁。但终归是一场时代的落寞，在但丁的最后一击之下，龙王普拉顿桑克斯还是倒下了。那么接下来也该是释放命定之死的时候了。当但丁见到玛丽卡斯的时候，他早已用破布遮盖了全身，完全没有身为影兽的霸气。原来黑刀之夜事件过后，玛丽卡斯认为是自己的失职，才导致了这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将命定之死封印在了黑剑之中，自己也变成了野兽祭司的模样，并疯狂收集和吞下死根。即便这样会让他失去神智，玛丽卡斯也还是在所不惜，因为他只是单纯的想守护需要守护的东西。见但丁妄图接近命定之死，玛丽卡斯立即与但丁展开了交锋，可仅仅这点实力却根本无法影响但丁分毫。于是玛丽卡斯看向了那尘封已久的封印，他将匕首刺进封印之中，死亡的力量再一次化为他手中的黑剑。破旧的衣衫逐渐褪去，露出了他精致的毛发以及那黑金色的盔甲，充满死亡和杀意的气息逐渐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要知道玛丽卡斯当年可是凭一己之力从能够弑杀神灵的萧瑟眼眸女王手中夺走了命定之死，其实力堪称恐怖。手握黑剑的玛丽卡斯明显要比之前强了不止1星半点，几乎每一击都是迅猛无比，一招一式甚至比但丁都还要帅气3分。他因命定之死而生，但终归还是会因命定之死而死。黑剑玛丽卡斯倒下了，直到最后他都无法理解眼前这个褪色者一心抢夺命定之死究竟是为了什么。随着玛丽卡斯的陨落，命定之死得以释放，生命死后灵魂回归黄金树这一规则被真正的死亡所取代。黄金树的灰烬散布到了整个交界地，但丁也被传送回了王城。此时的王城早已被灰烬覆盖，而在不远处，柯林正处于崩溃的状态，他不断重复着金面具就是个疯子。原来金面具是真的通过计算找出了黄金律法的不完美，那就是神拥有喜怒哀乐，既然有感情有私欲，那么神的观点就会产生动摇，这便是律法的瑕疵。但丁立即前去找到了金面具，然而金面具已经死去，只留下了一个完美律法的修复卢恩，这玩意儿能够修复神拥有感情的 bug。 不得不说金面具确实是个狠人，竟然通过计算手搓了一个大卢恩，这让但丁在成王的那一刻又多了一个选择。但他现在还不能贸然进入黄金树，毕竟颠火还未消除。由于黄金树的燃烧，圆桌厅堂早已是物是人非，褪色者们走的走，散的散，只有但丁曾救过的红衣少女还在坚持。红衣少女知道这一切都是但丁所为，但她并没有一丝怨言，只是希望但丁能够去劝劝铁
铁匠修古，让执拗的修古离开这里。如果继续留在这里，只会和圆桌厅堂一起陪葬。可修古似乎因为黄金树的焚毁，忘记了所有事情，唯独记得他要为但丁锻造武器。眼见无法说服修古离开，红衣少女为了报答修古，决定陪修古一起留下来。Please, become Elden Lord. Hugh was always saying that you were a lord. To him, 告别他们后，但丁开始满世界寻找去除颠火的方法，直到他在盖利德地区遇见了一个叫格薇的老者。格薇希望但丁能够帮忙治疗一个女孩身上的腐败病。这个女孩名叫米莉森，是格薇多年前曾捡来并一手抚养长大的孩子。由于腐败病会破坏记忆，米莉森似乎已经不记得格薇是谁了。于是，在格薇的指导下，但丁前去借到了能够抑制腐败病的金针。凭借真魔人的飞行能力，但丁很快就找到了米莉森所在的教堂。尽管这个女孩正在忍受腐败的剧痛，她也还是好心提醒但丁远离自己，生怕牵连到其他人。但丁顺手将金针交给了米莉森。尽管米莉森有些疑惑，但他还是把金针刺进了体内。金针很快便发挥作用，暂时抑制住了猩红腐败带来的痛苦。当米莉森站起来时，但丁才发现这个女孩早已失去了右臂。米莉森表示，金针刺进身体后，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决定独自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本来但丁也没多想，但他很快就在亚坛高原再次遇见了米莉森。此时米莉森正在寻找女武神玛莲尼亚的下落，他感觉自己和女武神有着某种联系，可由于右手的残缺，导致他寸步难行，就连报答但丁的恩情都做不到。为了助米莉森一臂之力，但丁瞬间化为真魔人形态，径直向着数百里外的日阴城疾驰而去。因为日阴城的城主在女武神玛莲尼亚与碎星将军拉塔恩大战过后，意外捡到了女武神的原味异手，而这个异手米莉森多半也能使用。但丁很快就杀穿了日阴城，来到城主的房间才发现，原来城主对玛莲尼亚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房间内都是玛莲尼亚的海报和周边，甜到极致便是信仰。日阴城主看来是当之无愧的交界地天王。随后但丁将原味异手赠予了米莉森，从此米莉森便成为了一名剑士。米莉森也信守承诺，只要他能够抵达，便会成为但丁的利刃，为之战斗。不过米莉森也从未停止寻找玛莲尼亚，他准备前往位于华圣雪原北方的圣树。玛莲尼亚极有可能就在圣树中。出于对米莉森的担忧，但丁解开了圣树镇的谜题，来到了传说中的圣树大舞台。到了这里就得重新认识一下女武神和米凯拉这对孪生兄妹。得益于纯正的神之血统，女武神玛莲尼亚剑术天下无双，而米凯拉则拥有强迫他人爱上自己的能力。可由于兄妹是自角产生的后代，因此玛莲尼亚被猩红腐败寄生，导致她失去了右臂，并且双目失明。而米凯拉则是永远无法长大。米凯拉本想治疗妹妹的腐败病，可哪怕是黄金律法的祷告，也对其无能为力。为了根治妹妹玛莲尼亚的急速，米凯拉干脆不再依靠黄金律法，她在华圣雪原的北方种下了一棵不受黄金律法影响，并接纳和包容万物的圣树。依靠着圣树这个世外桃源，米凯拉为玛莲尼亚制作了一根能够抑制猩红腐败的纯净金针。这根金针还能去除其他外在神奇的力量，比如颠火。然而随着破碎战争爆发，玛莲尼亚也率军出征王城，这恰好给了鲜血君王蒙哥将米凯拉借回蒙哥温银行的机会。奈何蒙哥温银行恰好就位于盖利德的正下方，玛莲尼亚一路跟着导航找过来，这才导致了他与碎星将军两败俱伤的局面。在女武神释放腐败的力量陷入昏迷后，他手下人送外号交界地赵子龙的尊府骑士分雷单枪匹马杀出了一条血路，愣是把女武神背回了圣树休养。一直到但丁来到圣树，在圣树的祈祷室内，但丁发现米莉森已经先一步抵达圣树，一路走来二人也算是殊途同归。于是米莉森说道，他其实和玛莲尼亚有着血缘关系，也正是在玛莲尼亚绽放猩红之花的时候，他与另外4个姐妹一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至于他们是玛莲尼亚的孩子还是分身这一点，就连米莉森自己也不清楚。他的目的也只是想要归还过去玛莲尼亚所持有的意志。为了了解更多关于米莉森的事情，但丁回去找到了那名叫格薇的老者。格薇直言米莉森就快见到与他一同诞生的姐妹们，但他们势必会有一战。于是格薇希望如果但丁在场，一定要帮助那些姐妹们杀掉米莉森，因为格薇的心在猩红之花绽放的时候就已经迷上了玛莲尼亚，他想看到妖艳的花朵再一次绽放。只要但丁背叛米莉森，那种被信赖之人背叛所产生的绝望将会比玛莲尼亚当初绽放的猩红之花更为耀眼。但丁可不是坏家伙，他自然不会辜负米莉森这个善良的女孩。当米莉森面对他的那些姐妹的时候，但丁毫不犹豫开启了真魔人形态，为的就是尽自己所能替米莉森分担压力。可尽管战斗取得了胜利，米莉森却还是身负重伤。他在弥留之际拔出了体内的金针，并对但丁表示了感谢。正因为有但丁的帮助，他才能够维持自我活到现在。他早就知道了格薇那恶意的想法，要他违背自己的本心绽放成花。米莉森宁愿被腐败吞噬，对此他其实早有觉悟。这个善良且纯粹的女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只留下了一根刺入过她体内的纯净金针。或许只有米莉森才真正配得上女武神这个名号吧。强忍内心的悲痛，但丁回去找到了格薇。既然他喜欢看猩红之花绽放，那就下去慢慢的看吧。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会一会那个所谓的女武神玛莲尼亚，毕竟多少带点私人恩怨。但丁换上了自己最强的武器之一炎魔刀，缓缓地穿过了雾门。随着一阵微风的吹拂，沉睡的玛莲尼亚逐渐苏醒。见到有褪色者胆敢闯入圣树，玛莲尼亚再次装上了意志，她要让眼前之人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米凯拉的锋刃。不愧是剑术天下无双的女武神，仅仅只是一瞬间，她便来到了但丁面前，一招水鸟乱舞可谓是眼花缭乱。不过但丁
手中的炎魔刀可不是吃素的，虚无刀剑一出，哪怕是女武神也无法移动分毫，但也仅仅只是一瞬而已。挣脱束缚的女武神立即开始反攻，猩红腐败的力量从她体内迸发，无数分身向着但丁袭来。但丁来者不拒，虚无刀剑配合次元斩，瞬间就让马莲尼亚倒在了地上。眼前这个男人显然比拉塔恩还要可怕。马莲尼亚也不再留手，猩红之花再一次绽放，腐败侵蚀了马莲尼亚的全身，甚至让他生出了双翼。马莲尼亚要让但丁见识见识何为毛骨悚然。他裹挟着猩红之花径直砸向地面，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幻影。变身后的马莲尼亚攻击一刻都未曾停止，可谓是变幻莫测。奈何女武神面对的终究是但丁手中的炎魔刀。在但丁的最后一击之下，圣树大舞台也落下了帷幕。通过归还米利森曾用过的纯净金针，但丁终于拿到了米凯拉为马莲尼亚制作的金针，他也得以用这根金针镇压住了体内的颠火。如此一来，但丁就不用成为颠火之王，也不算辜负了梅琳娜。再一次回到王城罗德尔，但丁当即开启真魔人形态，向着黄金树的方向疾驰而去。然而负责管理圆桌厅堂的百智爵士却拦住了但丁的去路。原来百智已经在黄金树见过了女神玛丽卡。面对支离破碎的神，百智得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答案：无论是神还是王，都只不过是无上意志的棋子而已。哪怕是黄金王朝覆灭，后面也还是会有无数个王朝成为无上意志的替代品。百智爵士能做的，要么就是维持现状，暂停无上意志的游戏，要么就是用死亡来跳出棋盘，从而彻底摆脱无上意志。所以他不奢求能够战胜但丁。百智爵士使用了自己的毕生所学，各种魔法和祷告层出不穷，然而终究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死在炎魔刀下也不算亏待了他。在但丁重返艾尔登王座后，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了，他便是初代艾尔登之王葛弗雷。得知但丁即将觐见玛丽卡女神，葛弗雷自然不能坐以待毙。要是但丁成王，那他还怎么和前妻复婚？随着葛弗雷背上的宰相野兽瑟罗修一声怒吼，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葛弗雷深知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褪色者一定强得可怕，尽管他早有准备，却还是无法与但丁抗衡。由于无上意志赐给葛弗雷的宰相野兽瑟罗修压制了他的野性和战意，受够了繁文缛节的葛弗雷干脆直接将瑟罗修从背上撕了下来，就连他身上的盔甲也随之褪去。葛弗雷彻底释放了天性，此刻他不再是王，而是一名浴血奋战的战士荷莱路。抛弃王的名号后，荷莱路再一次与但丁交上了手，无尽的战役让他拥有了足以撼山动地的力量。为了表达对战士的尊敬，但丁也再次开启真魔人形态。然而葛弗雷丝毫不惧，全凭肉身的强横，将真魔人形态下的但丁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二人打的那是你来我往。经过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过后，荷莱路倒下了，他认可了但丁的实力。但丁拥有的 power 正是为王的理由。觐见法环的路上再无阻碍，但丁顺着成王的台阶，终于来到了黄金树内部。此时支离破碎的玛丽卡正被悬挂在卢恩湾湖之上，看来即便是神，终归也不过是法环的容器，无上意志的傀儡罢了。随着卢恩湾湖的碎裂，作为黄金律法忠犬的拉达冈接管了身体。当他举起大锤的那一刻，残破的躯体内法环逐渐亮起，看来想要法环就得自己去拿。不愧是艾尔登之王，黄金祷告配合大开大合的动作，简直强得可怕，每一锤砸下都是金光迸发。哪怕但丁手持炎魔刀开启真魔人，也依旧无法阻止那毁天灭地的重锤。再次经过一番激战，这位艾尔登之王终究还是败在了次元斩的高频攻击之下。随着拉达冈的陨落，一只大手将他按进了深渊之中。没有了神作为容器的艾尔登之手，手握神躯化剑出现在了但丁面前。他既是无上意志的化身，也是艾尔登法环的具象化。看似他是个具有灵性的皮蛋兽，实则举手投足间都在挥舞着神圣的璀璨光芒。既然这是最后一战，但丁自然也准备全力以赴，一人一兽打的那是天昏地暗。这种神仙打架的场面，如果有人能够看到的话，一定会被可怕的能量波动亮瞎双眼。在但丁的全力一击之下，艾尔登之手终于不堪重负，身体随之飘散。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但丁做出抉择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未来将会是怎样，取决于他用何种方式修复法环。如果不使用任何修复卢恩，直接将玛丽卡残破的身躯复原，那么但丁将会成为女神玛丽卡的配偶，成为艾尔登之王。可律法因为自身的缺陷没有得到解决，黄金树也会随之黯淡下去，交界地从此迎来摆烂的衰退时代。如果使用金面具手搓的完美律法修复卢恩，那么黄金树的光芒将会再次照耀整个交界地。因为之前黄金律法的不完美，就是神还有七情六欲，只要抹除了神的情感，那么黄金律法就是绝对稳定的秩序，交界地也将迎来律法时代。如果使用死亡子的修复卢恩，死亡的概念将会融入律法，死难者也会被黄金树所承认，交界地将会被一层薄雾所笼罩。这个时代被称为潜藏者时代。当然要是想不开的话，还有十分者提供的忌讳诅咒修复卢恩，用这玩意儿修复法环，黄金树的赐福会被诅咒取代，所有的生命都能平等的享受诅咒和玷污。奥利给一样的物质将会填满整片天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可以称其为答辩时代。就连旁白都会有些小情绪。Seed will look back upon us and recall the reviled curse that defined our age, the blessing of despair.
这些选择其实都还是在为律法服务。如果但丁没有使用金针去除颠火，那么火焰将会包裹但丁的头部，他将成为颠火之王，火焰将会吞噬整个交界地，万物都将会被焚烧殆尽，什么律法规则通通靠边站，桌子都给掀了，大家都没得吃。而炸毛的梅琳娜也将再次出现，并为其送上命定之死。她左眼的萧瑟眼眸以及失去色彩的右眼，再加上那3指样式的刺青，让梅琳娜的身份变得更加神秘。回到眼前的选择上，但丁在这一刻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女神玛丽卡精心设下的局。西人族出生的玛丽卡本就不满无上意志，改变了交界地的规则。为了能够真正且有效地反抗无上意志，玛丽卡先是放逐了葛弗雷的族群，也就是如今的褪色者，让他们远离黄金律法，避免被律法的规则所影响。接着便发生了黑刀之夜事件。要知道，杀死黄金葛德文的黑刀刺客可是与玛丽卡同为西人族，并且黑剑玛丽卡斯看守的命定之死，那岂是说偷就偷，极有可能就是玛丽卡背叛了义弟玛丽卡斯。这也就意味着玛丽卡就是黑刀之夜的幕后主使。借着痛失爱子的理由，玛丽卡既可以借机敲碎艾尔登法环，还能将拉达冈这头黄金律法的忠犬和他一起被无上意志惩罚。而黄金律法的规则被打破，就会逼得无上意志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褪色者身上。这些褪色者的回归将会给交界地带来不同的命运，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世界的未来。而诞生自黄金树触角的梅琳娜其实也和玛丽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从一开始都在引导但丁。梅琳娜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就是玛丽卡的安排。那么接下来便是决定交界地命运的时候了。但丁没有选择以任何方式修复法环，而是默默地来到了一束印记前。随着一阵光芒亮起，月之公主拉尼缓缓地浮现在了但丁面前。The battle is over, I see. I do solemnly swear to every living being and every living soul, now cometh the age of the stars, 1,000-year voyage under the wisdom of the moon. Here beginneth the chill night that encompasses all, reaching the great beyond, into fear, doubt, and loneliness as the path stretcheth into darkness. 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光，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说是为了得分。Let us go together. 的壮丽眼，是浪深邃眼睛，独等待你的。My dear consort eternal. 但丁做出的选择便是和自己最爱的拉尼一同前往遥远的星空，把交界地还给凡人。所有的生命不会再受到律法的桎梏，交界地从此将会进入自由的群星时代。那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是褪色者，又会做出何种选择？本期视频是狂魔做过最夸张也是最难懂的游戏剧情。上一期的艾尔登法环，因为想着以线性的方式逐步解开一些谜题，像拉达冈就是玛丽卡，狂魔为了留点悬念也就没有提，导致很多观众对着我的视频那是一顿喷呀。当然这些视频并不是什么值得参考的法环剧情，肯定有很多地方有错误，毕竟很多疑点就连官方都没有解释，全凭玩家的猜测。我的视频更多的也就是走一遍玩家走过的流程，所以没玩过法环的玩家全当乐子看就行，环学家们也别往心里去，就当狂魔是个小丑就行。也希望能够看到这里的观众可以为狂魔点个赞，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